此次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王毅会见时安排上的一些细节引发舆论高度关注。英国《每日邮报》发现，普京此前在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等西方领导人时，双方被一张非常长的桌子隔开，普京分别与他们坐在桌子最长处的两端远远对话。而此次会见王毅时，同样还是那张桌子，双方却在彼此距离最近的位置面对面坐着。《每日邮报》在文章中写道，普京22号在克里姆林宫热情地迎接了王毅，两人坐在桌子两边面对面交谈，彼此之间只隔了几英尺远，这清楚地表明了普京的态度。有关这张桌子，法国媒体也早有关注。法国24小时新闻网此前称，按官方说法，这张6米长的漆木桌子作为新冠疫情时期的方案一种，以确保普京和他的客人之间有足够的距离。法新社去年2月还曾报道，这张白色的、闪闪发光的6米长的普京与世界各国领导人会面而选择的桌子，引发了一系列表情包以及外界对其象征意义的猜测。微信公众号牛弹琴23号发文称，一张全世界最著名的长条桌，普京在远地点会见了马克龙，在近地点会见了王毅。在俄罗斯的外交天平上，不同客人分量还是很不一样的。汪文斌在介绍王毅此次访俄时还表示，王毅同俄方就乌克兰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赞赏俄方重申愿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强调形势越复杂越不能放弃和平努力，希望各方克服困难，继续为对话谈判创造条件，寻找政治解决的有效途径。中方将一如既往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为政治解决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出席慕安会期间，王毅在应约会见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时就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始终坚持劝和促谈。库列巴21号在与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以及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方向乌方分享了中国提出的和平方案要点，一旦收到完整文本材料，乌方将仔细研究。He shared with me key elements of the Chinese peace plan.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receiving the text. 实际上，俄罗斯各界也都积极评价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俄塔斯社23号报道，俄外交部副部长加卢金表示，俄罗斯对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已经做好了准备。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2号表示，俄罗斯对中国愿在解决乌克兰危机中发挥积极作用表示赞赏。俄新社22号报道说，中国积极提出和平方案，表明世界正在寻找摆脱当前局势、建立和平秩序的新机制。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俄乌冲突中始终是保持一个，不偏向任何一方，而是这个劝和促谈的这样一种态度。我想这份文件出台之后，是会得到国际社会多数关心俄乌冲突、希望俄乌冲突尽快结束的这些国家的这个支持的。因为俄乌冲突通过军事手段是无法解决的，只有通过政治手段，通过对话才能够化解这场危机。因此呢，我想各方对中方的这份文件的这个期待是有道理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散布所谓中国可能向俄提供武器的消息。中国外交部也连续回应指出，美方所谓的情报不外乎是捕风捉影，对中方污蔑抹黑之词。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3号表示，美方作为乌克兰战场的最大武器提供者，不断抹黑中方可能向俄方提供武器，这不仅会干扰阻碍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进程，还会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我们敦促美方停止抹黑甩锅、拱火递刀，同中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推动外交谈判解决危机。过去1年，美国隔岸拱火，意欲巩固反俄阵线，强化对欧主导权，借乌克兰危机攫取世界财富。新华社的文章指出，美国利用能源危机向欧洲高价兜售液化天然气，每艘从美国驶往欧洲的天然气运输船可赚取超过1亿美元利润。美国嘉吉公司等粮食贸易巨头通过炒作粮食安全谋取巨额利润。嘉吉家族主要成员资产均达到50亿美元以上。美国军工企业也赚得盆满钵满。仅2022年第1季度，领头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股价就实现约30%的涨幅。文章指，美国为谋求霸权和自身利益，不惜牺牲盟友、祸害全球的真面目，已经被越来越多国家看穿。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2月23号发表视频讲话，庆祝俄罗斯祖国保卫者日。他指出，俄罗斯将继续把加强国防能力作为优先事项，要迅速增加常规武器生产和加强三位一体核力量。
普京在俄乌冲突即将满1周年之际发表这番讲话，被认为也在指向西方对乌克兰的不断援助。目前，俄乌冲突在美西方持续煽风点火的情况下，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外界也在关注，随着乌军开始成规模使用西方主战坦克，俄乌可能会在3、4月份爆发坦克大战。普京在讲话中指出，俄罗斯的工业正在迅速增加所有常规武器系列的生产，陆军、海军和空天部队的先进武器正在逐步投入量产。普京同时还强调，俄罗斯将一如既往地加强3位一体核力量。他还透露，首批新型重型导弹萨尔马特发射装置将在今年进入战备执勤。俄罗斯将继续批量生产匕首机载高超音速导弹，并将开始大规模交付锆石海基高超音速导弹。在未来几年内，还将有3艘北风之神 A 级核动力潜艇级别的战略核潜艇入列俄罗斯海军。对于俄罗斯来讲，怎么样满足战场的消耗，怎么样避免因为俄乌冲突消耗的弹药影响它本国的武器库的现有的这个库存，我觉得可能确实是一个很难解决或者又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对于普京来讲，那么他的表述呢，一方面是之前俄罗斯的军事工业体系其实已经在做的事情，也是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里面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必须要解决的、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近段时间以来，西方军援乌克兰坦克的动向尤为引发关注。美总统拜登20号突访基辅，重申了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并强调美国及其盟友承诺将向乌克兰提供大约700辆坦克、数千辆装甲车以及超200万发炮弹。其中，美国将派出31辆艾布拉姆斯坦克，德国及其他各国承诺为乌克兰提供2个营的豹2坦克。同一天，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计划至少组建2个配备德国豹2坦克的坦克营，以及另外6到7个使用老式豹1的坦克营。乌克兰希望在4月前收到豹2坦克，但其交付还将取决于乌克兰武装部队人员的培训进度。据英国路透社报道，在德国最大的军事训练基地蒙斯特，数十名来自乌克兰的士兵正在接受豹2坦克的相关训练。他们先是在豹2坦克模拟器上进行学习，然后再在豹2坦克上进行实操训练，之后将被派往乌克兰战场。有观察人士指出，双方很有可能爆发一场大规模春季战斗，还可能是一场坦克大战。豹2向来被视为西方武器库中的最好坦克，常年霸榜世界坦克排名。这款坦克的120毫米滑膛炮威力强大。上世纪90年代，德国曾做过试验，在1500米的距离，俄军主力 T72坦克的主炮无法击穿豹2的装甲，而 T72却被豹2击穿。此外，豹2坦克激光测距仪和热成像系统最大作用距离9900米，误差只有10米。其火控系统在动对镜以及动对动射击方面都快速准确，从发现目标到击发只用6秒，从而做到先敌发现、先敌开火。而有观察指出，拿 T72与豹2进行对比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俄军装备的虽然大多数坦克仍是 T72系列，总数达到2030辆，但也装备了数百辆更先进的 T80系列和 T90系列，以及 T14阿玛塔坦克。再加上现代战争是体系作战，真正坦克对轰的场景应该不多，更多的是空地协同作战。在这方面，俄军无疑具有更大的优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所长助理陈宇指出，从目前来看，加拿大援助的坦克已经抵达了乌克兰，其他西方国家的坦克据称也会在3、4月份陆续抵乌。3月底、4月初可能是乌军开始成规模使用西方主战坦克的时间节点。乌克兰战场上真正所谓的坦克大战，最早也要到那个时候才会爆发，甚至还会更晚。但从总体上来看，未来的俄乌冲突仍会是多种形式并存。即便有坦克的参与，整个作战模式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战场上面，坦克仍然是在火力、防护和机动性最为平衡的，而且呢，相对于步兵来讲具有绝对优势的这样一款装备。所以，任何的一个国家的地面作战之中，不可能脱离坦克装甲车辆的整个的这种核心的作用。因此呢，我们说对于西方来说，之前虽然宣传好像这个俄罗斯的坦克装甲车辆在这个标枪面前很脆弱，但是反过来说，现在不得不自己去面对本国的这些坦克装甲车辆，来面对苏制的比如短号的这些装备的时候，它可能也会面对类似的问题。另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将首次向乌克兰提供滑翔炸弹制导套件，这将帮助乌克兰获得一种全新的空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据彭博社21号报道，2名知情人士透露，乌克兰将获得联合直接攻击弹药的增程版套件。这款套件能够让常规航弹精确打击8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
而本月早些时候，在五角大楼宣布的一项价值21.7亿美元的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中，也包括提供波音公司的陆射小直径炸弹，其射程可达150公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也好，整个西方也好，逐渐的在乌克兰的这个危机的背景下，突破原有的这种对远程的武器、军援军贸的一些限制。这个美国和西方作为整个乌克兰危机的始作俑者，那么不断的向乌克兰方面提供进攻性武器、重型武器的话，其实也是不利于整个危机的解决的。